嗨，大家好，我是林老师，欢迎收看今天的萨克戏码。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每一个音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代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今天我要来跟你说说哆瑞咪的身世之谜。在一个没有哆瑞咪的世界里，管乐团正在彩排，那指挥跟团员应该怎么沟通呢？那个贝斯竖笛，你那个太低咯。接下来的对话大概会是这样，然后指挥就爆炸啦。其他团员心里的 OS 大概会是这样。我想比较可能的沟通方式大概会是：那个贝斯竖笛，你刚刚第5小节的第4拍的第3个16分音符，那个太低咯。如果是这样的话，排练中就会出现这些状况了。阿鬼，你还是说中文好了。现在是不是稍稍可以体会每一个音都有自己的代号，可以让我们唱、念或者想的幸福了呢？这都要感谢中世纪意大利本笃会修士，也是音乐理论家，来自阿雷佐的贵多 Guido d'Arezzo， 他的天才。是他帮每一个音取了属于自己的绰号，而这项创举可大大的造福了后世学音乐的我们呢。我想他可能也常常在教学上遇到跟学生无法沟通的状况，经过翻了几次桌之后呢，创造了这种沟通方法。他选了拉丁文的施洗约翰赞美诗作为素材，我想应该是因为这首歌的每一句的第一个音刚刚好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音节，然后把第一节歌词的前6句的第一个音节当作该句第一个音的代号。而这6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唱名。ut re mi fa sol la。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第一个音不是哆吗？然后怎么只有6个音啊？因为当时11世纪的调式音阶 hexachord 就只有6个音，一直到了大约600年之后，调式发展到了自然音阶 diatonic scale，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调音阶了。意大利音乐学家乔凡尼多尼 Giovanni Battista Doni 才根据同一首赞美诗的第7句头2个字的字首，为第7个音取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绰号。Sì，除此之外，他还大力倡导把第一个音从 ut 改成 do， 原因是因为 do 比较好发音，而且还是拉丁文造物主 Dominus 的字首哦。真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啊！人们居然也真的被他洗脑成功了。但是大家注意到他姓什么了吗？ Doni， 就是这样，我们每一天都会想到他，歌颂他，而且他自己的姓氏还列为唱名之首嘞。前后总共花了600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早已习以为常的唱名终于诞生了。既然已经有了唱名可以来称呼每一个音，那为什么我总是听到别人讲什么 C 大调、G 和弦之类的呢？这是什么东西啊？听起来好像很专业的感觉耶。这种用字母来标示音高的方式，最早的记录是6世纪早期的哲学家波艾修斯。Boetius， 他用拉丁字母标示了当时音域所及的2个八度。有没有发现少了什么字母呢？没错 ，J 不见了。J 这个字母一直到16世纪才出现，所以当然没有排进去咯。后来随着音域的扩展，字母总有用完的一天。渐渐的，字母的数量被减少到跟唱名一样多，然后循环使用。这个用 A B C D E F G 7个字母来称呼每一个音的系统，在华语地区及日本称它叫做音名。在台湾通常讲到调性、和弦的时候，我们习惯使用音名来称呼，但是并非各国都如此。例如，美国跟我们一样使用音名叫做 C major， 法国却直接用唱名 Ut major 来称呼。再复习一次，唱名是多来米饭，少来西粥，哆瑞咪发嗦拉西哆，而音名是 C D E F G A B C。我们可以把音名想成我们的名字，
而唱名则是我们的绰号。老师点名这样正式的场合会叫我们的名字，但是私底下朋友之间呢，都还是以绰号彼此称呼。再来，我要教你永远不会搞错音名的方法。你只要记住拉是调音的基准，也是音名的开始 A， 调音器上的数字442 Hz 指的就是这个音振动的频率。所以我们记音名的时候，可以想成拉西哆瑞咪发嗦 A B C D E F G， 这样是不是容易许多呢？还有，在我们开始学习萨克管之前，要先认识钢琴的键盘。我知道一定会有人问，我又不是学钢琴，干嘛懂键盘？因为键盘的配置顺序是所有乐器里面最直觉的一种，也就是说呢，可以一眼就看出来并了解音阶的排列顺序。其他的乐器，尤其是管乐，因为机械构造的不同，绝大部分的音阶都无法从按键或指法上去思考它们排列的规则，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借助键盘来记忆及思考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哦。看过一次图中的键盘之后，我想你已经了解了从哆开始的自然音阶了，就是把红色框框中所有的白键按照顺序弹一次，越往右边音越高，就这样。框框里的按键就是一组键盘，由7个白键和5个黑键组成，2个相邻黑键左边的白键是哆。同样的规则一直循环，就可以组合出像下图一样全尺寸88键的键盘咯。还有一个名词我们必须理解的，就是什么是半音。相信学过钢琴的人95%以上都会告诉我，中间没有夹黑键的2个白键就是半音，所以咪发和西哆是半音。这个答案是没错的，但是对的不完全。所谓的半音指的是2个音之间最近的距离，任何2个音中间只要没有别的音存在，它们之间的距离就叫做半音。用键盘来解释，就是任何2个相邻的按键之间的距离都是半音，没有白键跟黑键的限制。所以不是只有2个相邻的白键是符合规则的，一组相邻的白键和黑键之间的距离也是半音哦。知道了什么是半音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说说变音记号，也就是临时升降记号咯。一开始的自然音阶并没有升降音，也就是黑键的存在，而第一个被加进来的音就是降 C， 因此 B 的各种字体也就被当成后来的升记号、降记号及还原记号了。首先是圆体的 B Birotundum, 它直接被用来当作降记号，而另一种方体的 B Biquadratum, 则演变成还原记号及升记号。升降记号的效力都是半音，然后可以用还原记号，也就是本位记号来取消它们。所谓的升记号就是把原本的音升高半音，也就是键盘上往右边一个键。不只有5个黑键而已哦，升咪就是它右边那个键，也就是发。升 C 也是一样的道理。而降记号是把原本的音降低半音，往左边一个键。那降哆跟降发分别是什么音呢？你答对了吗？最后还原记号就是用来取消升降记号用的，让音高回到它原本的位置。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变音记号的书写方式。在中文里面，我们习惯把升降还原讲在音名的前面，像是降1调中音萨克管、升发或者是还原 A 等等。但是英文里面的变音记号是讲在后面的，像是 E flat alto saxophone、F sharp 或是 A natural 这样。所以在书写的时候，要像英文一样写在右边或者是右上方哦。讲了那么多的乐理，很烦耶，可以跳过不要学吗？我只想学乐器，不想要懂乐理。我可以理解多数人对乐理的厌恶，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音乐的学习包含了2个不可或缺的核心：演奏能力及音乐基础，而乐理就是音乐基础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最终在乐器演奏的表现成就，会取决于2个核心能力中比较低的那一项。所以音乐的学习绝对不只是苦练乐器而已。我会用最轻松愉快的方式，让你吸收这些基础知识。用理解的方式代替死记，你会慢慢发现，其实乐理没有那么艰涩难懂，也没有太多需要背诵的东西。有些东西你学过就忘了，为什么呢？因为用不到嘛。所以我会按照乐器学习的进度，只教你用得到的部分，相信绝对能够颠覆你对乐理学习的坏印象，让我帮助你在提升演奏能力的同时，也在音乐基础上扎根。一起加油吧！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们喜欢。这里是萨克戏马，我是林老师，我们下次见喽，拜拜。